父母刚走，未婚夫就抱着秘术想吃绝户，我装哑谋划了3年，他们却以为我听不懂阿拉伯语，在我面前大声密谋。听兰，他祝我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好，祝陆总和沈小姐百年好合。你مين مناسب لك تلعبنا؟ لكنت رايز المولى ورسكت تعلى. أين أنا؟ لا بالنسبة إلى خطوات ودلالة بالعلى كل يوم. 他们不知道，为了帮陆明泽开拓中东市场，我已经常年习惯站在幕后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个靠陆明泽养着的哑巴花瓶，习惯性的服从他的一切安排。他们更不知道，我曾任驻外使馆首席阿语翻译。司机在楼下，你先回去吧。白小柔喝多了，我送她。今晚是试婚纱的最后期限。乖，婚纱什么时候都能试。她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我不能不管。陆总，要不您还陪姐姐吧？虽然雨很大，但我自己也可以。好了，别逞强，你连路都走不稳。3年前，我在一次驻外任务中声带受损，刚回国时，我无法接受自己失声，整夜睡不着。是陆明泽抱着我说：“天兰，就算你一辈子不能说话，我也愿意做你的声音。”后来，他确实替我说了很多话，替我拒绝工作，替我推掉邀约，替我告诉所有人我不喜欢社交，也听不懂外语。久而久之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，曾经站在国际会议同传席上的人也是我。我可以陪你送他，再一起去婚纱店。天兰，别这么不懂事，你坐在车里不说话，只会让他更不自在。婚纱店那边我会解释，反正你每天都闲着，明天再去一趟就是。他是不是听懂了？刚才一直在看我们。他连英语都说不利索，怎么可能懂阿拉伯语？他盯得我心里发毛。别怕，他只是不会说话以后变得敏感，像我一样。陆总，留步，这是明天中东联合采购项目的初审名单，听说最终评审人临时换了，您这边有内部消息吗？放心，我未婚妻认识那边的人。还是陆总有本事。沈小姐这些年积累的人脉，那可是全心全意都用在您身上了。小柔，明天把他通讯录里的名单整理出来，尤其是法鲁格先生的私人号码，必须核对清楚。你动过我的保险柜？别闹了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听兰，我们马上就是夫妻了，分什么你的我的。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太需要你的帮助了。你总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输吧？里面有不能外传的资料，那里面不仅有父亲留下的涉外工作记录，还有我暗中调查的5年前导致我失声的那场袭击案中，涉事公司与陆氏早期资金往来的线索。都是很多年前的东西了，能有什么秘密？听兰，公司走到今天不容易，你帮不上忙也没关系，但别在关键时候拖后腿。姐姐，新婚快乐！ عندما تعطي مكانك لي سأعتبر للسيد الوجيد النيابة عنك. 沈小姐，陆先生半小时前让人取走了婚纱，说要修改尺寸。裴老师，我接受联合采购项目的最终评审邀请。青洛，你终于愿意回来了。是，这一次我亲自评审陆明泽。好看吗？陆总说我的身材和姐姐差不多，让我替她试试。白小柔年轻腰细，穿起来确实更有活力。陆总眼光真好，改完以后像为你定制的一样。姐姐别误会，婚纱后天就还给你，我只是帮忙试尺寸。陆总怕你行动不方便，来回跑太累。脱下来。我知道这是你的婚纱，可陆总让我试，我也不好拒绝。你要是不高兴，我现在就脱。只是这里这么多人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是我不该碰姐姐的东西。一件婚纱而已，你非要当众让她难堪。那是我母亲留下的。一片旧银饰和整件婚纱并不搭。白小柔学过设计，是她建议换成水钻。婚礼是喜事，挂着死人的东西不吉利。当年母亲去世，是你亲口承认，原来承诺过期以后，连遗物都只剩不吉利。许兰，你闹够没有？陆总，姐姐可能不是故意的，婚纱坏了还能修，你别怪她。她就是被惯坏了。既然这么舍不得，婚礼那天别穿了，我让人重新买一件，把婚纱送去修，再给白小人找套衣服。陆总，10点的中东联合采购项目汇报马上开始了，出件人确定是白小姐吗？那份项目方案是我连续2个月熬夜替陆明泽修改出来的。白小柔入职才12天，她连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商务禁忌都分不清。各位评审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任海外项目负责人白小柔。今天这份方案由她独立完成。各位好，
关于本次中东采购项目，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于，为了表达诚意，我们特意准备了当地的问候语阿萨拉姆阿雷库玛。打断一下，白小姐，你确定你真的了解当地语言和文化吗？这种基础发音错误，在正式商务场合是致命的。评审先生，他只是第一次主讲，太紧张了。整套方案的核心思路才是最重要的。至于语言沟通，后续可以由其他人辅助。这位是我的未婚妻，她身体不好，今天只是来旁听的，不用管她。姐姐，你不懂就别乱写，这是正式的商务会议，关系到公司的未来，不是你在家里跟我争宠的地方。听兰，出去等我，别在这里添乱。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上百人的吻购，你再闹下去，别逼我当众叫保安把你拖出去。陆总，我再确认一遍，这套方案真的是白小姐独立完成的吗？当然，白小姐的能力我绝对信任。陆明泽，你真以为偷走的东西就能变成你的吗？听兰，法库鲁的私人号码在哪里？不在这里，那就联系他。我不会替你联系。给你带了栗子蛋糕，你还在为昨晚的事闹脾气？只要这个项目落地，我马上和你领证，婚礼按你喜欢的方式办，白小柔也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，这样总可以了。陆总，你不用赶我，我会辞职。姐姐本来就不喜欢我，我留在这里只会让你们争吵。没人让你走。你明知道他一个人留在国内不容易，还用婚礼逼我开除他。沈听兰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私？陆总，这里有法鲁克的行程记录。有了这些，我们就能提前掌握对方的报价型。你父亲已经去世5年了，资料放在这里也是废纸。公司若拿下项目，我会以你父亲的名义设立翻译奖学金，也算让他的心血有价值。不是纪念。听兰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。你既然不能再工作，就该为能帮到我而高兴。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一支旧笔而已，明天赔你。陆总，我头好晕，可能被他刚才撞到了。替听兰处理一下伤口，别让他再碰沈宅书房里的东西。沈小姐，陆先生创业不容易，您服个软吧。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为了几张纸伤感情？当年那场让我失声的袭击根本不是意外。这家公司现在是陆氏最大的海外资金来源。明天签约前，把沈听兰的手机收走。他要是不肯呢？让他睡觉，他睡醒以后，项目已经是我们的了。还在生气？钢笔我让人送去修了，婚纱也能补好。等签约结束，我陪你去看新的。当年递交那份担保时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？你想过和我结婚吗？当然。什么时候？项目签完，下个月。乖，先喝了吧，别让我担心。好好睡一下，明天醒来，一切都会变好。听兰，你好好睡一觉，等我回来，一切就都定下来了。陆明子，
你以为锁住的是我，其实是你自己的退路。修复好了。谢谢你，裴医生，我们走吧。好戏要开场了。陆总，听说您未婚妻为这个中东联合采购项目提供了不少帮助，她今天怎么没来见证这个重要时刻？她身体不好，也不懂商业，所谓帮助，只是替我引荐过几位父辈朋友罢了。这个项目由白小柔女士全程负责，签约后，她也将正式出任陆氏海外事业部总经理。原方案作者就在这里，白小柔。أنا白小柔。سيد فاروق مرحبا。法鲁克先生，语言并不影响方案的价值。今天是签约会，不是翻译考试。可贵公司的方案里引用了已故外交人员的保密谈判记录。陆先生，请解释一下这些机密资料的来源。未婚妻是好像这是我未婚妻自愿提供的家庭资料，不存在窃取。我没有自愿。你怎么来了？婶，好久不见，你和你的父亲一样勇敢。你能说话？听兰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些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从没想过伤害你。你刚才说今晚让我签退婚协议，我爱的人一直是你。白小柔只是个实习生，我和她什么都没有。陆明泽，你昨晚不是这么说的。闭嘴！陆总，那哑巴的股份什么时候转给我呀？最终评审人是你。السيد ياشين تنجلان كانت محترمة مرسيانية للباء أرامة في السفارة وهائزة المشتارة أم عديدة لمشرودنا للولئها لما تحقمت خق تشترق اليوم。陆明泽，签字。听兰，别拿公司的前途打气。你忘了我当初怎么陪你走出师生隐隐了吗？我没有忘，所以才容忍你这么久。休想！陆先生，关于非法获取涉外保密资料以及5年前境外袭击担保案，请你配合调查。青兰，那份担保书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当时只是替公司跑个手续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去袭击翻译车队。陆明泽，沈女士提供的邮件记录显示，袭击发生前3天，你曾收到过明确的风险警告，对方承诺只要项目落地，给你5%的中介收益。在明知有暴力袭击风险的情况下，你仍然签字担保他们进入会场。陆总，你不是跟我说他师生只是个意外吗？闭嘴！这事和你无关。怎么会和我无关？调查员同志，资料是他让我去拿的，药也是他让我放的。我只是个实习生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安排的。竟然敢咬我！医学团队评估过了，你的声带还需要继续修复，但无论最终能不能完全恢复，院里都希望你回来做谈判顾问。沈小姐，公司真的不能失去这个，再给陆总一次机会吧。这些年他确实做错了事，可陆氏上下还有几百名员工要吃饭啊。员工会被新接手的公司全盘接收。至于陆氏，在侵权赔偿和保密调查结束后，还能剩下多少空壳，与我无关。喂，法院执行局吗？现在申请对陆明泽名下及关联账户进行财产冻结。评估结果出来了，完全修复成功率只有60%，但是你现在已经能每天说一点话了，你确定要做？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不用急着答复。你父亲以前也从不拖延，既然决定了，我去安排。我听说你要做手术了，病人需要休息，请让开。我是他未婚夫，你凭什么管我们的事儿？
从今天起不是了。我没签字，只要我不签字，婚约就不算解除。陆先生，订婚在法律上不存在强制原因理，您是否签字都不影响沈女士单方面结束关系。听兰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口味。以前你每次不高兴，只要我买这个回来，你都会原谅我的。我们不闹了，行不行？我对坚果过敏，从前每次吃栗子蛋糕都是我把榛子一点点挑掉。3年，他从未发现。陆先生，拿会导致病人过敏的东西来求原谅，不太合适吧？听兰，等你手术结束，我来接你。青兰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一定可以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出去！这里是康复中心。3年都是我陪他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请离开，请离开。你那么爱我，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？听洛，婚礼可以延后，我已经开除了白小茹，那个项目我也放弃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白小茹曾在社交平台晒过同一枚戒指，配文是她答应过，迟早会物归原主。法官大人，盗用方案和商业匪录都是他背着我干的，我根本不知情。陆明泽，你装什么无辜？这是我们的聊天记录，每一笔转账，每一个指令，全是你亲自下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阴我！是你先推我出来顶罪的，要死一起死。听莲，你父亲说过，声音只是语言的一部分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愿意替谁说话。陆明泽，你还在做梦呢？那篇庭面，你回来了。你看，我找了最好的师傅，婚纱修好了。我们约定的婚礼还有7天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只要你点头，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。假的。什么？这不是我母亲留下的那一片。不可能！白小柔说原来的丢了，我让人按照片复刻的一模一样，连纹理都没差。丢在哪里？那片银叶早被我扔进碎纸机了。你不是说死人留下的东西不值钱吗？现在装什么深情？听兰，别走！陆先生，关于境外袭击担保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留吗？送进父亲的纪念展柜吧，标注损坏原因。听兰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不是离不开我，是我靠着你的人脉、你的方案、你的退让，才有了今天。你能不能再和我说一句话？明天还有谈判，早点休息。好。听洛，别怕，我在这儿。医生正在抢救，阿姨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明泽，我妈她那么多血。嘘，别想了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。听洛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接个电话，马上回来。事情办妥了，按计划走。喝点热的，暖暖身子。明泽，如果我妈有什么3长2短，我该怎么办？傻瓜，你还有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陆明泽那句按计划走，绝对不是巧合。他声称接到电话才赶来，时间线根本对不上。10分钟，他在母亲送医前10分钟就已经在这里了。
陆明泽撒谎了，他当时就在现场。你早就知道，你什么时候查到这段监控的？听兰，我寻找法鲁克先生和你父亲留下。既然知道他在时间上撒了谎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确实查到了一些东西，但有些真相不能由别人塞给你听。这10分钟的空白足够他做很多事。不仅是今晚，顺着这个时间点往前推，你会发现他撒谎不止这一件事。你指什么？5年前你声带受损的那场袭击，关于那件事的底牌，我知道。陆总，人已经盯上了，按您的吩咐制造一场意外。记住，不要他的命。那做到什么程度？伤他的声带，只要他永远开不了口就行。这万一失手？没有万一，他太耀眼了，只有折断他的翅膀，他才会永远依赖我。我要他这辈子只能听我的声音，只能靠我活着。拿钱办事，嘴巴闭紧。医生，听兰怎么样了？她没事吧？命保住了，但声带受损严重，以后恐怕很难再开口说话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保护好她。听兰，我的听兰啊！先生，您冷静一点，病人现在需要休息。让我替她受罪吧！她那么骄傲的人，以后该怎么活呀？成了吗？成了，陆总，按您的吩咐，只上了声带。很好，尾款会打到你账上，以后别再联系我。听兰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喝点水，真相往往比刀子还利，但你已经扛过来了。他骗了我5年，我以为的救赎，其实是深渊。有些事儿，我觉得是时候让你知道了。这是5年前你被送进手术室的那天，我是跟台的实习医生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？知道陆明泽的真面目，知道这一切不是意外。从你躺在手术台上，我认出你那一刻起。那场手术后，我查了当天的事故记录，发现陆氏企业是那家涉事公司的担保人，一切太巧合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在暗中收集线索，铺垫退路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那时的你被陆明泽以保护的名义完全隔离，我如果贸然戳破，只会让你陷入更深的危险。我只能等你察觉，等你想要反击，等你真正准备好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谢谢你，一直都在。走，这里不是你闹事的地方。那时候，我以为只要把真相交上去，就能讨回公道。对不起，我未婚妻受了刺激，精神不太好。听兰，别闹了，公关部已经把事情压下去了，你这样只会让大家看笑话。听兰，你确定要交上去？你现在连话都说不了，这上面写的陆氏可是你未婚夫的公司，说他们和袭击案有关，这太匪夷所思了。好，看在以前你带过我的份上，我帮你递，但上面信不信，我保证不了。李娜，这么巧，来，听兰以前常说你们部门辛苦，我顺路带了点心。陆总，不用了，我还有急事要上楼。陆总，你干什么？那是听兰给我的。李娜，难为你还配合他胡闹，这信我带去处理，别给领导添乱。可是听兰她看起来很清醒。清醒的人，我每天推掉会议在家照顾他，他却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听兰啊，你父亲走得早，这几年你受委屈了。你今天拿来的这些东西，这事儿如果属实，性质很恶劣。你放心，你父亲的旧交们不会看着你被欺负。喂，哦，小陆啊，什么？
情绪不稳定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听兰啊，叔叔最近协会换届，事情堆成山，实在抽不开身。你这些材料时机不太对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休息。小陆说你最近精神压力大，要多注意身体。不是不信，是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你先回去吧啊。沈小姐，很抱歉，这个案子我们律所接不了。证据？沈小姐，你知不知道陆氏集团是我们律所最大的 VIP 客户？你让我去告我的金主，这叫利益冲突，懂吗？陆总已经跟圈子里打过招呼，说你因为声带损伤，心理出了点问题，经常产生被害妄想。听兰病了，大家多担待。他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，别当真。沈小姐，我劝你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，别到处闹笑话了。听兰病了，大家多担待。他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，别当真。沈小姐，这些海外转账记录，还有那份5年前的担保复原件，太硬了。陆氏集团这几年包装的光鲜亮丽，没想到底子烂成这样。我干调查记者10年，最喜欢啃这种硬骨头。我已经跟主编透了底，明早头版头条直接撕开陆明泽的画皮。你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陆总，老李那篇稿子已经进排版流程了，现在硬撤下来，报社内部不好交代啊。交代，王主编，陆氏明年3000万的独家广告投放合同，明天上午就会送到你桌上。发了这篇没影的疯话，你们包社下半年的奖金去哪里？孰轻孰重，王主编自己掂量。我明白了，陆总，稿子马上撤，老李那边我来压。抱着沙发，睡眼缓缓，凌乱头发，却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潇洒。屋檐脚下排着乌鸦，密密麻麻，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。想过离开，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那些旁白，那些姿态，那些既然来了，顺便做个复查吧，设备刚好空着。当你说还有你在，哭着我开始莫名。沈听兰，当年给你下的诊断结论是意外导致的声带撕裂，对吗？我刚才仔细比对了损伤的受力角度，这处陈旧性创伤的边缘极不规则，且伴有深层软骨的微小错位，这与钝性外力袭击高度吻合，绝不是当年结论里轻描淡写的意外。我信你，医学证据不会撒谎，你也没有疯。单凭现在的影像还不足以推翻当年的定论。5年前那场袭击发生后，我参与过你的初步救治，我要去档案室翻一翻我当年留下的实习记录，那里或许有我们需要的硬证据。这是我5年前的实习笔记，你被送进急诊那天，我刚好在场。普通的车祸玻璃划伤不会留下这种痕迹，当时我只是个实习生，人微言轻，这份疑点最终被压了下去，定性为意外。因为我父亲教过我，有些事如果当时没能力管，至少要记住。你在核对时间线。这本笔记加上我现在的医学鉴定，可以作为推翻意外结论的硬证据。叶生，好久不见。听兰，听兰，复诊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陪你一起来。陆总平时工作忙，听兰也是不想让你分心。我的未婚妻再忙也要关心。叶生啊，最近听兰往你这儿跑得松，是不是病情凝疏？声带修复不仅是生理治疗，更需要长期的心理疏导。听兰最近的配合度很高，这是好事。心理疏导，我怎么觉得咱们的病情这么深？哪里的话，意外造成的创伤总有痊愈的一天。听林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
需要的不只是手术，还有真相。给我盯死沈听兰！她每天见了谁，去了哪，甚至在医院待了多少分钟，全都要向我汇报。你想翻盘？做梦！为什么取消我的复诊？你最近精神太紧绷了，医生说你需要绝对的静养。外面的风言风语太多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乱跑。乖一点，这段时间就在家好好休息。公司的事、医院的事都不用你操心，我会安排保姆24小时陪着你。你怕你害怕受伤害啊！5年前那场意外已经让我失去过一次，我绝不允许再有任何闪失。这几天连网线我也会让人拔了，免得那些无聊的新闻打扰你清休。等项目落地，我们立刻结婚。法鲁克先生，冒昧通过家父的关系，请您出面。这是5年前那场袭击案的边缘卷宗，国内的线索已经断了，与丹武汤县内部吞售向中东的几个账户有关。今天找我，不仅切断了他所有的对外联系。听狼是为了沈听狼，他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他不是一直在陆家休养？那是陆明泽编织的谎言。5年前的袭击根本不是意外，陆明泽是那家公司的担保人，他现在正试图利用沈叔叔留下的人脉，吞下联合采购项目。荒唐！老沈一生清正，他的女儿怎么能受这种委屈？陆明泽在国内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但我知道您手里有当年项目的核心涉外资料。依照惯例，这些资料属于商业机密，但如果涉及跨国诈骗和蓄意伤害，我们的原则是绝不姑息。这里面有当年陆明泽提交担保材料的原始记录，还有几个关键的境外对接人名单，去查吧，把真相拼凑出来。老沈的女儿不该被困在笼子里。谢谢你，这场仗我们不会输。法鲁克先生，是我。听兰拿到了最核心的物证。5年前那场袭击，陆明泽是主谋公司的直接担保人。我已经把文件上加密邮箱，我们需要验证担保书的法律效力，还有文件上的涉事人联系方式，请务必帮我们锁定对方现在的确切位置。对，这是钉死他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只要证据链闭合，担保责任就成了实证。拜托您尽快。听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我们必须抢在陆明泽察觉前收网。指纹验证成功。听兰，你在书房干什么？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在这里翻什么？找笔记？你一个哑巴，看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行了，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赶紧回房间，别到处乱跑。法鲁克先生那边已经核验过，你拍到的担保书加上境外的资金流向，证据链已经彻底闭环，反击的时机成熟了。要在签约会上说话，你必须先夺回你的声音。但手术的风险，我之前跟你说过。好，我来主上。害怕了？你高中时每天怀抱纯孝词是我写的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听这首歌的人真正拥有破晓的力量。睡吧，明天醒来，一切都会重新开始。法鲁克先生和你父亲的旧友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睡一觉，等你醒来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。交给我。老沈走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扇门，当年我们没能等来好消息。听兰这孩子苦了5年了。老沈在天有灵，今天一定会护着他。
醒了，手术很顺利，声带缝合得很好。今天是康复第一天，别急，你可以试着轻轻震动声带，不要用力。3年了，他需要时间重新适应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每当你发出一点声音，哪怕只是气流，我就记一次。我们慢慢来。谢。你做到了。语言是跨越偏见的桥梁，也是刺穿谎言的利刃。老友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的女儿终于找回了她的武器。SBL 一次比一次坚健。沈听兰，我是沈听兰。喂，哪位？老张，是我。听兰，沈听兰，你的声音，你不是？我回来了，寒暄的话以后再说。我现在需要你办一件事，帮我查一份5年前的海外保记录史，涉事公司他们所有的资金流向和原始签字文件。陆明泽，奇迹重新洗牌了，这一次轮到我来发牌。听兰，这是今天小型涉外协调会的议程，交方代表需要中方做改进陈述。您特研排这场会议，是想让我提前适应公开场合？3年的空白期，商规折向你个延绥斩出，这是伪道庄最好的热身。我明白，一字一句拿回来。去吧，真正的首席议员是什么水准？上诉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只要咬定那些保密资料是白小涵偷的，我顶多算个视察。陆总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今天中东联合采购项目会次结束了，沈听兰作为外方首席顾问出席，他不仅能开口说话，而且外方对他评价极高，已经正式签了合作意向。说什么？他能说话了？不可能！医生明明说他……新闻都已经出来了，陆总，大局已定，您还是认罪，争取减刑吧。沈听兰，你骗我！你一直在骗我！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白小姐，我查过了，陆明泽名下那笔隐秘的海外信托，最近正在频繁拆分转。减刑！阿道，假假的走人，做梦！现在所有的口供都对他有利，除非你有新的实质性证据，否则……张律师，你去帮我联系检察院，我要举报，我要立重大漏功。陆明泽，你教过我，做人要留一线。当年为了讨好你，我帮你处理那些烂摊子，但我可没傻到把底稿全销毁。管教，这是我的补充举报材料，我要检举同案犯陆明泽隐瞒了重大刑事犯罪，请您务必尽快转交住监检察室。刑事犯罪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诬告是要加刑的。我愿负法律责任，他犯的是人命关天的重罪。白小柔，你在举报信中提到5年前导致沈天阳失声的境外袭击案，实际主谋是陆明泽。对，当年那家涉事公司根本就是陆氏的单号海外资金池，袭击发生前，陆明泽亲手为他们递担保材料，他故意放人没进入会场。口说无凭，证据呢？市中心汇丰银行保险柜924，密码是陆明泽的生日，里面有他当年签字的担保原始起稿。还有沈听兰母亲车祸去世那晚，陆明泽的行踪根本不在公司，保险柜里有一部在旧手机，里面他刚发司机的通话录音。白小柔，陆面临的将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犯罪。我知道，他想减刑，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。你的举报我们正式受理，今天下午我们会派人去提取证据。陆明泽，下地狱去吧！白小柔，你疯了吗？知不知道你向检察院交的东西？你这检察的也会把我们俩都毁了。毁了？陆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小柔，听我说，我外面还有人，只要你撤回那份关于5年前袭击案的证词，说你是受人蛊惑，我保证等我出去，一定想办法把你捞出来。捞我出来，就像你当初承诺娶我的。陆明泽，你到现在还以为你能像3年前操控沈听兰那样操控我吗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有举报自己的脱身，你既帮我销毁过证据，你这也是包庇罪。我不在意一切，根本多坐几年牢。那你图什么？我做这个最多推到我3，想踩着为了减刑，怎么可能让你出院？我要让你知道，非当成戏子做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这是杀敌一千自损8千。随便你怎么说。陆明泽，我们在地狱里慢慢耗。那时候
还以为那是全世界最真诚的表白。早啊，裴医生。早，在忙什么？整理旧东西，翻到了高中时候的相册。高中？是啊，看到艺术节那张照片了。那时候陆明泽在台上唱歌，我还真以为他多用心呢。现在想想，还记得那首歌吗？当然记得，那首歌的旋律挺特别的。当时我还觉得他挺有才华。是吗？怎么了？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起那时候的事。你今天有什么安排？下午要去见个客户，谈个新项目。好，那你先忙，有空再聊。拜拜。白小柔提供的资金流向记录和担保书复印件都过了，证据链完整。陆明泽当年确实为涉事公司提供了担保，并且在收到风险警告后依然放任其进入会场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犯罪。马上走程序，正式重新立案，通知看守所对陆明泽实行单独关押，防止他串购或干扰调查。明白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，高二那年的校庆前夕，也是在这个操场。那天陆明泽就是坐在那个台阶上弹了一首中文歌，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以为他懂我。如果我说那首歌根本不是他写的，你说什么？听洛被单独关押，他偷走你的人生，现在已经还回去了。但还有一样东西，他偷走了很多。裴大学霸，这都几点了还在磨？明天艺术节压轴，你这首原创曲子到底藏了什么？没什么玄机，就是把他的名字写进去了。沈听兰啊你，平时闷声不响的，玩这么浪漫，打算什么时候唱？明天晚上最后一个节目，我想亲手弹给他听。稳了，我先去买水，你再练2遍。耗子，燕生还在练呢，明天压轴的曲子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嗨，他紧张着呢，副歌里藏了沈听兰的名字，打算明天压轴表白。防头是啊，这创意不错。是啊，你可别提前泄密，我先走了啊。今天我想借这个舞台，把一首特别的歌送给一个特别的女孩。这首歌的副歌里藏着她的名字。Music。沈听兰，是沈听兰，大引开。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。你年少掌心的梦话，有些声音一旦被别人抢先，就再也找不到开口的理由了。这才是这首歌原本的样子。月桂树诗章，这些都是我当年最喜欢的东西。他们说时间会冲淡一切，可我只怕你听不见我心里的雪。高二那年，裴彦生总是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，手里经常拿着一本写满音符的笔记本。陆明泽表白那天，裴彦生破天荒的没有来学校。这首歌叫《未寄集的信》，当年我写完它，放在了音乐教室的桌子上，准备校庆那天唱给你听，但我没想到陆明泽先看到了它。所以，当年那个在音乐教室外每天陪我练听力的人，也是你。我只希望现在唱给你听还不算太晚。我想起来了，高二那年的日记里，我写过一句话。彦生，你还记得我当年日记本扉页上写的那句阿拉伯语吗？彦生，你还记得我当年日记本扉页上写的那句阿拉伯语吗？愿你的声音能穿透所有的沉默。那首歌一直都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觉得那首歌更适合你。陆明泽说那是他写的，他用骗了我3年。我以为只要你能开心，谁写的并不重要。重要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那就是沈听兰。听说停工了3年，法鲁克家族怎么会请一个脱节这么久的人当独立顾问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看在他父亲当年的面子上吧，3年不开口，舌头早就生锈了。他们很快就会知道，我靠的不是面子。各位，欢迎来到中东联合采购项目的庆祝晚宴。在今晚的正式环节开始前，我要完成一件搁置了多年的私事。沈听兰女士，请你上台。法鲁克先生，依照惯例，你的父亲首席议员的牌子在离任时应当交还，但你去世前将这枚信物托付给我。他告诉我，如果有一天他的女儿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站在这个位置上，就让我替他把这块牌子交给你。这3年，你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低谷了。真正的信誉和能力不会因为暂时的失声而消亡。这块牌子只有你佩戴。欢迎归队，沈首席。爸，我拿回来了，不仅是声音，还有您交给我的尊严。感谢法鲁克先生，感谢哈利德家族的信任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声音只为真相与合作而发。裴医生，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听兰的父亲法鲁克先生。当年沈参战也是这样，站在他母亲身后，刚好一步。他说那是能随时接住他的距离，他不需要我接住，他自己站得很稳。沈参战如果看到今天，会很欣慰。累了吗？不累，只是觉得这一切像是一场梦。这不是梦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这枚牌子，我父亲戴了20年，我曾经以为我再也没有资格戴上它。燕生，我想去看看我爸妈，告诉他们我把这枚牌子拿回来了，告诉他们我重新站起来了。好，我陪你去。谢谢你，燕生，谢谢你一直站在我身后。以后，我不仅站在你身后，我还会站在你身边。明天的谈判资料都准备好了吗？万事俱备，只等沈首席开场。好，明天我们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李总，如果中方在核心设备的维护权限上依然坚持保留，这笔联合采购案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。哈桑先生，这已经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大诚意。维护权限涉及底层数据，按照国不管什么惯例，这个问题我们的底线是100%的自主权，少1分免谈，我也很难推进后续的流程。沈小姐，哈桑先生是我们阵营中最看重安全感的人。哈桑先生，您坚持要底层权限，是因为5年前贵国南部油田的那次树泄了事件，对吗？你调查过我？不是调查，是了解我们的合作伙伴。怎在那只高原的古老部落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风沙会掩埋最重的黄金，但永远掩埋不了绿洲里共享同一口井的信义。这句话是当年我父亲在海湾地区参与谈判时，那位长老正是您的祖父。中方保留底控制，而是为了在系统遭遇极端攻击时能第一时启动最高级别的防御。我们共享的是同一口井，您的安全就是我们的信义。沈女士，您不仅有完美的阿语，更在您身上得到了延续。合作的基础是坦诚，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细节了吗？当然，关于维护权限的附加条款，我愿意听听中方的具体防御方案。那么，关于第3条和第5条的核心争议，我没有异议。沈小姐，这场谈判比我预想的还要精彩，你不仅化解了僵局，更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尊重。法鲁姆先生过誉了，既然核心条款已经达成一致，我会让法务团队今晚赶出最终的合同文本。很好，明天的签约仪式，我期待看到你以首席谈判顾问的身份为这个项目画上完美的句号。各项条款已确认无误，法鲁克先生，请。沈首席，这份合同能合规落地，你的专业与坚持功不可没。是各方的诚意促成了合作，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。陆明泽曾想用这份和他的贪欲险些葬送了2代人的心血，现在他终于干干净净地留在了阳光下。听兰，今天在谈判桌上，我仿佛看到了老友当年的骄傲。他终于用自己的声音亲手拿回了被夺走的一切，也没有辜负父亲留下的清白与信任。尘埃落定，恭喜沈首席，今晚我来接你，有话要说。好，我等你。说好带你去庆祝，但我私自改了路线。30年前，
沈伯父就是站在这道出口外面，那时候通讯不发达，伯母的航班延误，他就在这儿站了整整1夜。他说，那是他这辈子等过最漫长，也最值得的1夜。听兰，我不求你立刻带上他，我只求你亲口对我说1个字。别怕，不管是什么声音，都是我最想听到的。我等你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沈伯父等了1夜，我有1辈子的时间可以等。听兰，记住，声音是用来爱人的，不是用来沉默的。好。前往迪拜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，请稍稍的看接近。我等到了。这桩订婚的消息，或许永远不会传到某些人的耳朵里，但那已经不重要了。哟，陆总发什么呆呢？看看这个，外面的世界可比咱们这儿精彩多了。这不可能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人家现在可是风光无限，哪像你在这儿蹲大牢。他离不开我的，他是个哑巴，他只有我，都是假的，他怎么可能跟别人订婚？我说过要嫁给我的。醒醒吧，陆总，人家不仅会说话，还说的比你好听呢。他会说话，他一直都会说话。发什么愣？赶紧打饭！喂，陆总，想什么呢？饭都不吃了？他不可能做到的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应付得了那些场合？神经病！他需要我，那个沉默的依赖我的听灵才是真的，现在这个是假的。陆明泽，干什么呢？把地扫干净！他不可能离开我，他不可能。陆明泽，注意你的行为，再这样下去，关你禁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以为我掌控了一切，我以为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心，原来我才是那个被掌控的人。我所有的算计都建立在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幻影上。陆明泽，连续拒食1天。现在对陆明泽涉嫌商业欺诈及连带担保案进行补充审理。被告人白小柔，你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审判长，我要提交新证据。为了争取减刑，我交出陆明泽当年指使我以及他亲口承认操控沈听兰的全部原始。白小柔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只是不想再给你当替死鬼了。他现在就是个废人，离了我就腐属就活不下去。只要切断他的社交，他就只能永远依赖我，乖乖当个听话的花瓶。等我拿到他爸那些中东人脉，他就没用了。关掉！这是合成的，是他陷害我！陷害陆总，这可是自用水的嫂子，还想把他当成你向上爬的垫脚石！你闭嘴！我是为了他好，没有我他早疯了。是我这3年在照顾他，放开我！我没罪，是沈庭阳欠我的，是你们合伙算计我。你只是在榨干他的剩余价值，陆明泽，你彻底完了，别想再拉我垫背。我的公司，我的人脉，我筹划了5年，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爸妈，都结束了，我把属于我们的一切都拿回来了。接下来我会用自己的声音走完你们没走完的路。爸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这3年，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法对你们说。爸，你的牌子我拿回来了，它曾经被弄脏过，被折断过，但我把它擦干净了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我找到我的声音了。
爸爸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可是我还能像以前那样用你们教我的声音唱那首歌吗？听洛，如果还没准备好，不用勉强。很好听。走吧。法鲁克先生您好。听兰，我的孩子，有一些事情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已经完全恢复了。那就好，民粹的项目到时候会有手要交给你。这是我的荣幸，法鲁克先生，我会准时出席。他邀请我主持收官签约仪式，还说有一件我父亲留下的信物要给我。期待下周见。好的，下周见。看来终于要水落石出了。是啊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لديني في شغلي أفصل به إذا بيدر في حدد مش الأهم عليه أفصل به حال السماليه 关于第3项附加条款，依照国际惯例与我方底线，我们需要在原基础上增加5%的风险保证金，这是为了确保双方长远利益的对等。沈顾问的题非常中肯，既然双方达成共识，我们签字。听兰，今天的你让我看到了你父亲当年的影子，你不仅找回了声音，更找回了你本该站立的位置。法鲁克叔叔，谢谢你有这个机会。如果很难这么快重新站上谈判桌，不，这是你凭自己的实力赢来的。我们的原则是只与最专业的人合作。这封信在我这里保管了整整20年，他曾嘱托我，唯有当他的女儿真正凭本事站上首席顾问这个位置时，才能将他转交。我父亲留给我的。他一直相信你会成为比他更出色的外来交官。现在2代人的信任契约圆满完成了。爸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可是，我准备好接下您未走完的路了吗？仪式很成功，你今天很耀眼。燕生，我拿到它了。等你准备好，我们一起看。这是你父亲生前留下的，他曾说，如果有一天你准备好了，就把它交给你。他一直都知道我会走到今天。他不仅知道，他还在看着你。我明白了，声音不是用来复仇的武器，而是用来爱、用来连接的礼物。这是你父亲当年的一元牌，现在它属于你了。沈顾问，合作愉快，希望我们能合影留念。当然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大家看镜头，3、2、1。接下来有请青年翻译项目发起人沈听兰女士致辞。感谢各位对青年翻译项目的支持。外面降温了，谢谢。今天发音很稳。沈小姐，有您的同城急件。陆明泽出狱后没有重建陆氏，也没有再进入涉外行业。曾经那些靠我结识的人，没有一个愿意见他。他只能做最普通的文员，每个月偿还剩余债务。要带回去吗？不用，麻烦按无人受领物品处理，直接扔掉吧。好的，沈小姐。他后悔的仍然不是伤害了我，他只是后悔被我听见。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져 喜欢。那不是母亲的月兰叶，也不必再是谁的婚纱。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要不要加鸡蛋？ 要。原来真正属于我的声音，不需要谁来翻译。